应该是我一直在犹豫，最后忘记喊人了。李长寿的额头顿时挂满黑线，书生叹道：第二份业障是因邻居家的大火，最后烧了我们一条街，我被赶出城镇，流离失所，遇到了一个伤兵，他身中数箭，有一支箭都把肩头射穿了。他让我回城禀告大人，可他完全没讲清楚，就昏过去了。那到底我该禀告城主大人呢，还是该禀告将军大人呢，还是该禀告我能求见到的守备队长大人呢？后来等我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城破了。李长寿满头的黑线。第三份业障是因为恨透了自己无能，想去山中遁世，了此余生，但时运不济，被一窝女鬼捉住了。他们让我选择，我先被谁吸阳气？我是该选小白呢，还是该选小千呢，还是该选阿兰呢？他们最后好像很生气，当夜却滥杀无辜了，我趁机逃了。如今到了地府，再想想活着的日子，那次也是挺遗憾的。哦，大概懂了。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将其他的5只魂魄放入血海之中，业障浓郁之地，一边观察，一边听着书生讲述他悲惨的一生。很快，这谛听提供的法子就显出了效果。5只魂魄，5份业障，果然有朝着同一个方向飘动的趋势。书生的讲述声中，李长寿开始增加样本量，将投放的魂魄增加到30只，观察他们的被引动的方向，并在心底那张血海地图画下了一个箭头。箭头画完，李长寿立刻收回这些魂魄，坐在金质大棚背上，转战下一个区域，如法炮制，画下了第2个箭头。这2个箭头引申出的2条直线所交一点，就是这份吸力的源头。但李长寿如何能这般武断地下结论呢？仗着金棚急速，李长寿开始在血海之中来回穿梭，奔赴四面八方，不断地放置业障魂魄，观察业障汇聚飘动的方向，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因素。最终在99支箭头画好之后，确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。且李长寿远远地感受到了一丝玄妙的道韵后，那只书生的魂魄悠悠一叹，讲述完了自己短短的一生。仙人，这书生忍不住问：您是要放过我呢，还是要将我送回地狱呢？又或者……一根手指点在了书生额头，将他再次化作了拇指大小，重新封印回了法器之中。真啰嗦鬼呀！金鹏，你隐匿气息，躲藏在此地，若有人进入这方圆100里，就记下他的气息，不必阻拦。是，老师您放心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在金鹏背上闭目养神。轮回塔里已经是剑拔弩张了，2教大手子快要撸胳膊挽袖子开始切磋了，必须赶过去，转嫁矛盾，输出西方伸张属于道门的正义了。为什么呢？地藏现如今就想问一句：为什么？为何我的轮回塔就这般成了道门举行3教大会之地了？哈哈哈哈！甚至半个招呼都不跟我这个轮回塔主人打的是吧？就这么随意，就这么自然，就这么不加思索的？地藏一直在等道门阐教2教的仙人来齐，那个时候他就会站出来，对他们低喝一声：给我滚出我的轮回塔呀！当然了，这是他心底想的话，喊出来的话有失风度。自己到时候说一句：非天道序列正神不得擅入轮回塔，这就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，还能够不轻不重地打道门众心的脸。
想想就令人愉悦呀。于是地藏一直在忍耐，在等候。等到轮回塔内，道门仙人化躯而立，阐教卯足了力气，召来了数百门人弟子。截教在那儿劝着别来太多，最后呢，只聚集了数千仙人。李长寿久不现身，说是跑去血海之中寻找红莲下落了。此地少了最关键的润滑剂，双方的气氛开始渐渐的僵硬。终于都安静下来了，也没有新的仙人过来啦。很好，就是现在。地藏双眼眯起，一根手指趁着谛听不备，轻轻点在谛听的额头，暂时封了谛听的嘴。各位，地藏缓缓站起身来，嘴角露出几分自信的微笑，双目之中星光绽放。你们颤呐，自己的喉尖在轻颤呐。地藏蓦然心惊，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排山倒海的压力，正自前方那乌压压的人群压来，让他的道心几乎凝固。这是何等强横的威压！看阐教，鸡中仙人坐首位，12金仙自相安，列坐尽有福缘在，道成玉清法正玄。再看截教，几大弟子威名伴，世圣大仙莫等闲，3000道者临大道，一线生机握掌间。此刻因地藏的2声呼喊，道门众仙齐齐看来，就在这临时开辟的芥子乾坤中，用目光汇聚成了一股洪流，让地藏这般有天道之力庇护者心境几乎溃散。此情此景，仿佛就是在诠释何为人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硬道理。轮回塔顶仿佛出现了道门2字，地藏心底浮现出自己刚拜师时2位老师那接连不断的长叹。道门未免是太过强横。多宝道人笑道：这位塔主有何指教啊？地藏勉强扯了一个微笑，不卑不亢，高声喊道：此地是第2轮回，为天道庇护之地，还请各位不要大声喧哗，注意场地洁净。颇有塔主之威严。有劳提醒。多宝道人笑着答了一句，众仙有些无趣地收回目光。地藏点点头，默默地坐回谛听的身旁，解开了谛听的封禁，不觉已是后背湿透。谛听把头埋在爪子里面，长尾一甩一甩的，差点就笑出声了。赤精子温声道：长庚师弟还未回来吗？等候多时的白泽及时站了出来。此时的白泽已经换了一身玄色道袍，山羊胡也修剪得更工整了一些，对着2边做了个道揖，笑道：水神即将归来，他已是摸索出了找寻红莲之法，回来应当就有好消息带给各位。此时李长寿的本体仗着有太极图遮掩，其实就躲在附近。白泽的这一句话算是提前做了一个铺垫，引他顺利出场。果然，白泽话音刚落，截教仙顿时有沸腾的趋势了。阐教众仙大多都很淡定，小部分面露忧色。正此时，一声叹息声响彻轮回塔顶层。李长寿白发白袍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口，进入芥子乾坤。长庚师弟，长庚来了。长庚，你可是寻到那红莲了？李长寿端着拂尘，抬起双手，朗声道：诸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，莫急莫急，听我言说一二。我只是找到了红莲的踪迹，但有可能那里是被人故意设下的陷阱，未能探查明白，就先回返与诸位会合。据我所料，红莲尚未到出世之时机，咱们如今就在这血海边缘守着，定不会让这红莲被旁人夺去。这般话语声中，李长寿已经是走到了2教仙人的间隔地带，着重对广成子与多宝道人做道揖行礼，口称师兄。2位大师兄也起身还礼，给足了李长寿颜面。这时不少仙人看向李长寿那空空荡荡的身后，当然不是在看他的身体部位，
两教不断有仙人赶来时，天兵天将送来了大批的座椅和蒲团。两教仙人分坐两侧，泾渭分明。此时李长寿身左身右各有一排石椅，此前已是坐得满满当当的了。太乙真人笑道：嘿嘿，长庚师弟来这边坐，这里有些闷了，贫道刚好出去透透气。姐夫，来我这儿。琼霄立刻还击，让出自己身后的座位。我站着就是。李长寿顿时就露出了一点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此情此景，他自然不能有所偏移，还是要奉行此前的策略，居中但不上座。广成子突然出声，指着他与多宝的座位之间，笑道：长庚，你虽入门稍晚，但今日却全权代表人教，更是有大师伯亲令。今日咱们阐结两教之间，或许会有一些意见相左之事，需一位调解者，不如就坐此处。广成子含笑看向多宝道人，问道：师弟以为如何？善，大善。多宝道人拍了拍自己的肚腩，自有一种腹有成竹的淡定。李长寿暗自皱眉，想着自己接下来的计划，就要立刻拒绝这般看似不错的建议。被捧得越高，摔下来时也就越惨。我实力不足，修为道境在场中也勉强算作中上，这还必须要感谢截教的半数仙人拉低了平均线。若真的与两位大教大师兄平起平坐，那就是4个字：德不配位啊，非稳道可取啊！哈哈，多谢两位师兄的偏爱。李长寿又做了一个道揖，温声道：师弟我才疏学浅，怕是没有资格做这般调解之人。虽老师命我执掌教务，但我们人教也就6个山头，几处院落，这般大场面还是要两位师兄做主。我就搬个蒲团，坐在此间提提建议，两位师兄以为如何？广成子笑道：来做就是了，谁还不知长庚你能谋善算？就是，你居中上座，谁人不服？哎，两位师兄，此万万不可。李长寿刚要讲道理、设套路、谈感情，身后突然就传来了一声：我看看，这是谁在欺负长庚啊？众仙循声看去，却见李长寿背后一张阴阳双鱼图不知从何而来，又是何时出现，有一道身影从中缓步而出。此是8尺男儿身，长发随意披散，眉目不显锋锐，略微有些普通的面孔却是颇为耐看。一身蔚蓝色长袍，脚踏黑底白纹靴，只是一声轻笑，一句调侃，就让人心神安宁。阐教仙人见到此人，广成子立刻做道揖行礼，众仙都是低头作揖。截教仙人见到此人，却是有些许喧哗，但是多宝道人咳了一声，周遭各处就安静了下去。3000仙人用不太整齐的动作，同样低头行礼。各位仙人出声呼喊，汇成一句：拜见大师兄。虽然有些糟乱，余音此起彼伏，却依然能够听得出满满的敬意。玄都大法师。李长寿的心底着实松了一口气，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一些。师兄。大法师眨了眨眼，含笑点头。侧旁青牛扛起一只石椅，麻溜地放到了广成子与多宝道人的座位正中。大法师摆摆手，环视周遭，笑叹：哼，一朵莲花就让道门糟乱至此，让各位师弟师妹如此着急，何至？大教之风何在？清正道心又何在？阐结两教不少仙人面露愧色，不敢与大法师对视。大法师迈步向前，坐在正中的石椅上，示意侧旁多宝、广成子以及两教仙人一同入座。
李长寿顺势退去角落之中，与白泽青牛对视一眼。白泽给李长寿一个疑惑的眼神，李长寿回白泽一道坚定的目光。都安排好了。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白泽略微思忖，渐渐露出微笑。就听场中，广成子问：玄都师兄，玄都城近来战事可平稳了？暂时无恙。这次也是长庚喊我喊得急，说是产劫两教快因一朵红莲打起来了，我也只得匆匆赶回来，看能否帮忙调停。据我所了解的情况，截教众师弟师妹想要这朵红莲镇压教运，阐教众师弟师妹又觉得这红莲是天地间业障的集合，会引来灾祸。可是这般，确实如此。不错，12品业障红莲本就与冥河老祖有关，切莫被这凶人有机可乘。多宝道人刚要反驳，玄都大法师却抬手阻止。大法师问：两位师叔可有另语？多宝道人与广成子同时噤声，各自坐在石椅上保持沉默。两位师叔都未说如何处置，你们就召集各位师弟师妹聚在此处，为何如此心急？焉知这不是算计？